二小姐，你要发便发，又何必戏弄我呢？谭台烬，我要你在心里想，你想杀人。你想杀了我。今日本尊便要杀绝仙门，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是他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姑爷掐到你嗓子眼了？您一直在打寒战，还是先送您回屋吧。好，陈涛，咱们离这个人远点儿。谭台烬为什么会跪在冰面上？小姐，你都忘了，是你让姑爷罚跪3天的呀。我让他跪，他就跪？不然呢？叶惜武，你可真了不起，魔神都凶不过你。那我又是为了什么让他罚跪的？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还是因为之前您把大小姐推进湖里的事儿。那关谭台烬什么事儿？您当时脚底一滑，就也栽下去了。六殿下当场跳进水里，游过去救大小姐。姑爷看见六殿下跳了，就也跳下去了。救我？救大小姐。冰城小姐被他俩救上来，小姐您是自个儿扑腾上来的，可把您给气的，您就罚姑爷到外头跪着去。当天晚上下了鹅毛大雪，那湖面上都结了一层冰，你看了高兴，就让姑爷到冰面上跪着去。你说，谭台烬，你不是爱吃湖里显摆吗？就好好在这显摆几天吧。这也太不是东西了啊！哦，我是说，谭台烬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小姐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气坏了身子。虽然说姑爷喜欢大小姐，啥？你的意思是，谭台烬喜欢叶冰裳？可也就只能想想。小姐您雷霆手段，我也有贼心也没贼胆，只能身在曹营心在汉。所以，我喜欢六殿下，六殿下喜欢我大姐，谭台烬也喜欢我大姐。没错。叶惜武，你们两口子也太有出息了些，天天对着人家一双佳偶流口水，这日子是怎么过下去的？那既然我喜欢六殿下，为何会跟谭台烬成亲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那个时候姑爷还被人叫谭台殿下呢。既是殿下，为何会有我这般作践？同样是殿下，可命却不一样。听说当年姑爷在景国当殿下的时候，就很不受那些人待见，很小的年纪就被送来咱们圣国做质子了。原来谭台烬是景国的质子，那为何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呀？姑爷脾气古怪，难免受人排斥。可说来也是新鲜，就说他那个父王吧，似乎对他儿子的死活完全不在乎。当年景国仗着兵强马壮，秋日里起兵，说要打过漠河，来圣都过年，多亏了咱们老爷，不光把那些景国兵马打得屁滚尿流，还一路他们打回了老家去，别提多威风。要我说啊，姑爷也就是恰巧来咱们府上当了上门女婿，才侥幸逃过了一劫，不然当时陛下肯定头一个就把他砍。
觉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。把他在冰天雪地里供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。起风了。 小姐，你醒啊！昨天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安稳。太晚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都第3日了吧？这可真是不远。最好呢，别打。 断了口日子会更好。莫殿下这怎么喜欢我了？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 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 姑爷，对不起啊，不小心说，没看见您在这里赏月，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。天这么冷，坛台竟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 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
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动蔫了，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，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心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三界四周的性命，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唐太静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谭太静，谭太静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，快一点！哦，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姑爷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惜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四周三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四周三界，你也不能死啊！谭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谭台烬，耐心些，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
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离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也想来？叶希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。爹爹，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，你女儿要和魔神睡一个被窝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做，做完我也要睡觉了。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记得了？不妙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我记得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口渴。春桃，我要喝茶。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每天晚上和谭台烬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打他呀！啊？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，便心气不顺，所以每晚睡前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才肯解气。这是变态吗？啊？鞭子放哪儿了？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。要抽多少下？这可说不准，看小姐你心情吧。这么长的鞭子，叶希雾，你果然是个变态。李素素，你从前斩妖除邪，眼睛都不眨，抽鞭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这一鞭，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。魔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
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如今他还不是魔神，任打任骂，逆来顺受，欺负他，折磨他，就能阻止魔神降临吗？这样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。我累了，今日打不动了，睡觉吧。谭太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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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！糟了，冰天雪地里跪了4日，还挨了那么多鞭子，凡人之躯怎么吃得消啊？林素素啊，林素素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！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你睡了吗？春桃，小姐，姑爷的药煮好了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，这次真的不会再叫你了。你好好去睡。谭太介，谭太介，来，回啊！啊！小魔神已经烧迷糊了，也不知道这人间的草药管不管用。张嘴。怎么还这么烫？小时候我发热，爹爹就是这样给我敷冰帕子的。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这招肯定管用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睡了。啊，我真是欠你的。
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撞了邪，被什么上身了？小姐，昨晚折腾了半宿，怎么不多歇息一会儿？谭太近人呢？姑爷除了受罚，平日里会去藏书楼里抄经，今日一早便去了吧？哦，谭太监，这份救命之恩你赖不掉也躲不了，给我好好记住，有朝一日你得拿命来偿。什么时辰啊？快到50了，老太太、老爷、大少爷他们已经到饭厅了。二小姐好。这些都是叶希雾朝夕相处的家人们，想留在叶府，得先过了这关才行。这位应该就是圣国柱国大将军叶希雾的爹爹，这位应该是叶家大公子叶希雾的大哥，至于这几位，应该就是叶希雾的姨娘们。这位尊荣华贵，应该就是叶家祖母了。祖母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春桃做什么？待会儿连春桃一起罚。糟了，叶希雾，你这个惹祸精，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过来。糟了，不会是要挨手板吧？你这是想急死我呀！这么冷的天，你连件挡风的衣裳都不穿，就在外面跑来跑去。你们看看，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可怜的楠楠哦，你身边连个能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疼你的还得是自家人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就不冷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这才像个样子。春桃，到库房再领几张皮子，给你家小姐多做几件冬衣。是。祖母，我也想要一领白狐裘。想要？喏，找你爹要去。爹，我要白狐裘。你要个屁！叶泽宇，你还好意思？身为叶家长子，不知习武练剑，像你二弟一样戍边守国、建功立业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去骑射玩乐。就你这副德行，圣都有几个正经姑娘家会看上你？菜都快凉了，快吃饭吧。楠楠啊，坐到你爹爹旁边去。去吧。是。慢点啊。爹。楠楠，赶紧尝一尝。爹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听下人们说了，你昨晚又是泡澡又是熬药的，折腾了一宿，肯定费了不少力气。你可要多吃点才行啊！是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多吃点肉，吃这个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间亲情。这全都是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给他夹点那个红烧肉啊！这家人对我很好，豆腐汤也鲜，跟你一样好。昨日里听安定侯府的大夫人提起，说楠楠将冰场推落水的事儿，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，各处都在议论。哎，议论就议论，还怕他们不成吗？对他的名声不好。胡闹就胡闹了，楠楠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哎，爹，去年二妹未嫁时，你可是说闹便闹，以后嫁了人想闹都闹不得了。
这怎么嫁不嫁，总是二妹有理啊！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叶惜雾啊，叶惜雾，我算是知道你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我这几日想过了，推大姐落水的事儿终究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想去向她赔个罪。母亲啊，囡囡现在长大了，这也太懂事了。我们也算懂事吗？心地善良又有担当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子孙。真是快把叶惜雾宠上天了。不过赔礼道歉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万一冰长病气还未去，被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没关系，祖母。祖母说的对。二妹若是来向我赔罪，倒是看清了我们姐妹的情分了。大姐，二妹快请坐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这几日带着病气，未能向祖母和父亲请安。今日施粥归来洗沐一番，没想到却来得晚了，搅扰了大家吃饭，真是该罚。囡囡，听见了没？你姐姐都说了，不用去赔罪了。冰长，坐到泽宇那边去吧。谢祖母。怪不得大师兄，不，萧岭和谭台烬都喜欢她。这样一个美人，脾气温柔，心眼儿也好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谭台烬人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哎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你总不能天天只吃饭不干活吧？就是啊，不能不干活呀。怎么？哼！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哥几个辛苦了一下午，那还有一大堆主子们用过的碗筷没刷呢。我看您成日里清闲无事，劳您大驾，去把那些碗筷洗刷干净，再吃饭，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对呀，劳您大驾了啊，姑爷。姑爷请吧。哎，去吧，那就辛苦姑爷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饭！哎，来吃饭啊！来，帮吃。哎，我给我，来，给你，好，给我，哎，给你，所以谭台烬自从入府，从未和我们一起用过饭，都是在厨房和下人一起。是啊，小姐那么烦他，哪还有胃口吃得进饭啊？不过我听说姑爷平日里也不大能吃饱，下人们都是看人眼色行事的。小姐你平日里怎么做，他们就跟着怎么做。这个魔头，饿他几顿也是活该。可整日里躲得远远的，我怎么盯得住他？厨房在哪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些人呐，啊，他就是主子的身份，奴才的本分啊。就是啊，那叫啥来着？贵人见命啊！贵人见命，过得其实啊，还不如咱哥几个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咱哥几个哎，吃饭，这个香，哎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说，就他这种人啊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我说啊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叶惜雾平日里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谭台烬的。对啊，死了算了，不如死了。去吧。是。
来的苍蝇啊？大冬天的，这哪来的苍蝇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喝水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只吃个苍蝇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你们吃。咱们接着吃，你坐这边。完活了，真晦气。走。哎，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谭台烬，谭台烬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催他去死啊？小姐，我方才让姑爷去刷碗来着，那桶里都是哥几个昨天晚上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疙瘩。嘿嘿，哦对了，还顺手啊，泼了姑爷一身水。昨晚没冻死他，但是今天让他多洗会儿，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。嘿嘿，而且今天也没给他吃饭，只留了一桶泔水。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人本无贵贱之分，可有人甘愿自轻自贱，一辈子当个奴才，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找那一点乐子。看到别人过得困苦，就这么让你快活吗？小姐，您别当真啊，这不哥几个想替二小姐出气，对您我们肯定是绝无二心的呀。今日你敢对谭台烬这么说，不过是其他无人凭依。哪日叶家败落，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对我这么说话？不，小的不敢。二小姐教训的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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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小姐教训的对。你别吃这个。二小姐，人不吃饭是会死的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那些家丁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你吃完会生病的。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。他们方才那样说你，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比起羞耻之心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叶希沃，你给我走！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；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少废话，跟我走！把这碗饭吃了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整日病恹恹、瘦骨伶仃的，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。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我若是再上当，便是活该。二小姐，恕不奉陪。坐下。什么伎俩？你把话说明白。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，这种东西，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？好啊，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好，你说。半年前，七夕宫宴，你姐姐和萧凛在宫中相会，携手游园。而你呢，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，独占萧凛。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名为节春蚕的迷药，准备下给冰长小姐与武殿下萧良，想叫他们二人生米煮成熟饭。可不曾想，萧良那日将我拦下。今日宫中宴饮，就连宫女和太监都能开荤，你该不会还饿着肚子吧？啊，也罢，谁让我这个人向来菩萨心肠。
这点心就赠予你吧。多谢武殿下。哎呀，真是不巧哈！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？近来景圣屡有骄兵，若父王经谁提醒，想起你来，把你杀头祭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你喜欢吃碎一点的啊。够碎吗？够了。可我刚吃下不久，就感觉头晕目眩。这时你突然出现，抱住了我。武殿下的一身材不甚令我惊喜。夜兵城的你，阴差阳错被你吃掉。宫中见证是人众多，夜将军只为情止，夜已暮，自尔柱国大将军以女妾室，景国三王子澹台烬佳偶天作，下旨赐婚，以成其美。后来，你将此事原委告知于我，从此，你就以戏弄、折磨我为乐，愈发的扭曲、恶毒。叶修啊，叶修啊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放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放。是吗？二小姐劳神费力，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？不行吗？澹台烬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自己饿死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好好看着。你这回满意了吧？以后一日三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堂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这女人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应该是自打你进叶府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吧？发现没有，这几日那个女人也太正常了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也许她想用其他办法折磨我吧，毕竟我人在这边。若是质子死了，叶家也无法脱责。也对，
这女人反复无常，这儿确实不能久留。不过，离开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啊，对了，我遇上了几只景国过来的乌鸦。景国？真巧，那儿也是我的出生之地。你去过景国王宫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。他们说，他们看见了有巫医在焚烟做法，闻到了病人腐朽的味道，还有焦躁的大臣在朝堂上踱步。大概是景王吧。那个理应被我称作为父亲的人，命不久矣了。可我连叶府都出不去，那些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父王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灵儿，你来得正好。刚收到急报，澹台无极快死了，他的那个哥哥即将继位，左右留着那个质子也是没什么大用了。儿臣听闻，澹台明朗天生是一副铁石心肠，这个人未必会有顾念手足的天性。杀了质子，恐怕会如他所愿。我的灵儿果然是聪慧啊！如此说来，姑若留着他，便是扎在澹台明朗心头的一根刺。姑稍后便宣澹台烬进宫，姑倒要看看他作何姿态。若他有心，姑不妨助他回去，搅浑景国，再趁乱将他杀了。要是他才薄志浅，姑也就没必要再留着他了。届时找个年岁相当的送去景国，只要澹台明朗信为真，那么真伪有那么重要吗？父王，他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。那天姑爷路过湖边，岸上趴了一只蛤蟆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咱们姑爷可真是个怪人，和一只蛤蟆都能聊那么久，自言自语说什么？湖边的下人人来人往的，都指着他笑呢。你别再调皮了。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以后盯梢找茬的事儿都不用做了，你就帮我看好澹台烬。一来，他有任何可疑的行动，特别是装神弄鬼那类，立刻报给我；二来，看紧些，千万别让他冻死、饿死，被人欺负死了。姑爷平时连叶府大门都出不去，一举一动都在人眼皮底下，根本没有什么可能搞装神弄鬼的事。哦，跟他聊天的还有麻雀、蝴蝶什么的，反正他除了不和人聊天，所有的动物都能聊上几句。小姐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和小动物说话？我看你是太累了，你这几日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小姐，我是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。或许是整个府里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。这人啊，若是一年到头不说话，会憋坏的。这么一想，姑爷也怪可怜的。难不成是因为憋久了，心性扭曲才变成了魔神？不行，我得去套套他的话。二小姐，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猜对了，我这几日闲着无聊，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。你说吧。
气不错嘛。好凉啊！谭太进，谭太进，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不想。怎么可能？人受了侮辱，心中必然会生气、生恨。你就没有想过要做点什么？比如杀了我？你想让我杀了你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。你们羞辱我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。我改变不了你们。至于我心中是否有恨、有怨，这都没有意义。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，活着已经够累了，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。这里是500年前，小魔神的确没做什么坏事，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，反倒是别人总对他做坏事。也许他会成为魔神，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。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，在乎他，关心他，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呢？谭太监，虽然累了点，但你得好好活着。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可以找我呀。人要是憋得久了，很容易憋成变态的。像你一样吗？你方才笑那一下就挺好看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没有人会喜欢我，我也不需要被喜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看，我把京中的成衣店都逛了一遍，买了几件厚冬衣回来，你给姑爷挑挑。这件也太薄了，这件厚，颜色也好看。这也太大了吧，他根本穿不了。我哪里知道姑爷的尺寸？你替我去找把剪子和针线过来。哦。小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那你就别问。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怕你的姑爷万一哪一天被冻死了，拉上咱们陪葬。我害怕他每日被羞辱虐待，有朝一日把他逼急了，不想再做受气包了，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啊，把咱们都吃了。大老虎为什么会穿黑袍子？这是给我的衣裳。
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还有钱买起新衣裳了。哼！站住！哟，谭台剑，怎么了？我的衣裳被你割破了。啊？破了？这才叫破嘛！怎么还气上了？哦，是不是我二妹这几日没打你，把你脾气给养起来了？还敢瞪我？我们叶家给你锦衣玉食的日子太安生了，让你学会跟主子耍横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人？不是你拉我干嘛呀？我刚还帮你把那个小白脸的衣裳给刺破了，你看他那得瑟样。叶泽宇，掏钱！爹爹没教过你，划破别人衣裳要再赔一件吗？不是，秀你吃错药了。你给不给？不给我就去告诉爹爹。我给。给你！见死忘义！呸！哎，你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，这口子开得太大了，不好修补了。你这衣服没法再穿了，再买一件吧。这是你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。好，你留着，我让春桃再给你买件新的就是。小姐，宫里来旨，让姑爷入宫面圣。小魔神跟宫里还有来往，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，别藏着什么猫腻。我陪你。传谭台进殿前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叶二小姐，圣上今日只见谭台殿下一人，您若闲来无事，不如去陪太后娘娘聊聊天。不要紧，这宫中我熟得很，我随便走走便好。好。魔神就是从这深宫中养出来的。谭台烬过去究竟经历过什么，又是怎么长大的？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他成为魔神？去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，也许能发现什么线索。这位姐姐，叶二小姐，你可知道谭台烬从前住在哪里啊？谭台烬，这里有一封景国的书信，是宫里寄来的，你想看吗？不想。想要得到亲人的音信呢，是人之常情。你说不想，反而诈伪了。景国与我远在千里之外，此生再不踏足。景王与我也已遥隔20载，此生再无相见。陌路人，异乡地。我不关心，也不必关心。当真不关心？你可知景王谭台无极就要病死了，你的兄长谭台明朗被封为了储君。原来如此。知道了，多谢陛下。谭台明朗野心勃勃，近来屡动干戈，从未顾及过你这个当弟弟的处境。难道真的不怕孤把你的人头割下来祭旗吗？
谭台明朗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有着兄弟名分的陌生人，他自然不会顾惜我的性命。若陛下拿我祭旗，只怕震碎了他的心意。哦，他如此不容你，难道你就从没有想过要回到晋国，取回属于你的一切吗？原来是想玩鹬蚌相争的戏码。陛下，我离国去都10数载，身如飘蓬，景国臣民认的是谭台明朗，景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况且人各有命，王位、天下，这些都由他人去争吧。我命该如此，能苟全活着，就已经知足了。如此倒是孤多此一举了。你回去吧。此子铁石心肝，故每次见他都倍感不适。难怪谭台老儿对他毫无顾惜。如今他既不愿为孤效力，也是废子了。派人盯着看好他，留着他在始终是个祸害。上次说的那件事要抓紧点办了。是，陛下，奴家已经安排下去了。谨慎点儿，准备个样貌年岁相当的，不要露出破绽。到时候既可敲打一下叶家，还可以扰乱晋国。陛下圣明。